学会这7个台球小技巧，走路横着走。技巧1：遇到这种球形时，想要打进黑球，右侧根本没有解球线路，左侧也被障碍球贴死了。别急，还有一招，抬高后手朝库边方向打高杆右塞，就能先避开第一道障碍，接着画出一道向右的小弧线，将黑球打进。技巧2：小弧线，目标球在袋口，却被阻挡了线路，瞄准想要拐弯的弯心，将后手抬高，想往右转弯就打在白球右侧的点位。想往左转弯就打在母球的左侧，这招圆月杆法的第1层境界就送给大家啦。技巧3：扎杆跳球手架，握成拳头，张开食指与大拇指，2只手指做成圆形，环扣球杆。这种手架适用于凌空跳球和扎杆时使用。技巧4：长扎杆，这个球型想要击打黑球几乎不可能，但你只要抬高杆尾，瞄准库边方向，击打白球的左塞点位，白球会先让库边凹陷，带着左旋转碰到第2库，接着产生一点点弧线，绕过这堆障碍球，将黑球打进。技巧5：偏塞球，白球和目标球笔直，想要强行走位黑球的话，容易失误，可以抬高后手打在左塞的位置，白球就会产生小弧线，走到黑球合适的位置。技巧6：这个球型白球被完完全全的围死了，没有任何线路可以解到黑球。别急，这里还有一招，抬高杆尾，朝着库边小力击打左塞点位，白球上库后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弧线，拐弯将黑球打进。技巧7：扎杆走位，遇到2球笔直，正常打进无法走位，可以抬高杆尾击打白球右塞的点位，打进目标球的同时，会直接横着向上走，顺利叫到黑球的位置。下课。学会这7个台球小技巧，将受用一生。技巧1：勾库球，遇到这种情况被对手防住了，直接打容易先碰到黑球，造成犯规。可以利用库边的弹性，朝库边方向用中杆大力击打，就不会犯规。技巧2：平行勾球，2颗球平行就取1/2，延伸到对面库边就是瞄准点，中杆中立，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技巧3：大角度贴库球，直接击打很难找到进球点。袋口在左侧加左塞，会增加进球点的容错率。如果直接打到进球点能进，如果先碰到库边，库边会凹陷进去，再通过旋转撞击到进球点也能打进，非常好用。技巧4：定杆口诀，力量越小打点越低，距离越远打点越低。技巧5：小力击打，当白球贴库时，如果需要小力击打，手架是这样的，食指中指相贴，与球杆同一方向，手架尽量靠库边边沿，并且平放，能够大大的增加出杆的稳定性。技巧6：白球弹库跳，当白球被围死在袋口附近时，直接用跳杆跳球非常困难，此时只需要斜对库边击打中高杆的位置，白球就能轻轻松松越过球堆，将黑球打进。技巧7：最新的中式台球规则，如果目标球贴库，白球击打这颗目标球后，需要至少碰触库边1次，或者这颗球碰到了其他库边才不犯规。像这样小力的撞击目标球，白球没有碰库是属于犯规的。如果将贴库的目标球撞到另一颗贴库球之后，假如没有任何球在吃库，这样也算犯规。考考大家，这一杆有没有犯规呢？评论区告诉我答案。下课。什么是瞄准节奏？记住这句话，由远到近，先是看袋口进球的位置，要进左、中还是右。如果是直线球，从进球位置连线出来，穿过目标球球心，继续延伸进球线，再穿过白球球心，从而确定手架支点该放的位置，放上球杆进行运杆，动态确认球杆始终在这条线上。准备出杆时不看白球，看着目标球的进球点，缓慢蓄力回杆，感觉有力量了以后，果断将球杆推出。角度球的瞄准节奏也基本一致，看目标带连线目标球球心，唯一不同的是将这条线要看成一个有宽度的2条平行线，这就是目标球进球的体积路径。顺着这颗球向后延伸出1颗的位置，这颗想象出来的球心就跟刚刚讲的直线球没有什么区别了。再与白球球心进行连线，最后确定手架支点的位置，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目标点上，果断出杆就能将球打进了。当你学会这个瞄准节奏后，当你训练10个小时后，当你训练100个小时后，下课。长枪一动，白龙吟。这就是你的实力吗？这个球你怎么可以用跳球呢？啊，中间有颗障碍球的吗？这挡住了你就过不去了。你没见过圆月杆法吗？没有啊。没有。你呢？听过没听过？听过没听过？这个球如果用圆月杆法来打的包进的，我读书少，别骗我。跟你讲啊，第一个打圆月杆法啊，站位
跟正常的站位会稍微不一样一点啊，重心靠左脚站前，右脚点地啊，因为我把手架立高，立高了以后一定要立稳啊，然后后手抬起，去瞄准在障碍球的这个位置啊，就是超出2颗球的球位啊。击打的时候啊，注意力量不需要太大。你如果想从左边这个地方啊往右边拐弯，就是有一个向右的弧线，那就打在白球右塞低杆的点位。哦，如果想从这边拐，就打在左塞低杆的点位。学到了，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力量，哇，它就能拐过去。这么厉害我力量是不是不用很大？对啊，对吧？小小力的往前一戳。刚才是这种长距离的，其实比较容易啊。像还有这种短距离的，这种情况呢，比刚才的呢稍微要再难一点点，因为它距离比较短啊。后手呢，刚才是抬到这么高嘛，那现在就得抬这么高，看到没有？它反过来拿了，反过来拿，这样子呢才能好发力。太难了吧？哇，哎，这个掉进去了啊！所以说当时呢进球的成功率还是挺大的，真是高手。还有一种情况啊，也非常常见啊，就是这样子的啊，目标球也是在袋口啊，然后呢这里有个障碍球，对吧？对，这样子非常难跳，因为距离太近了啊，对吧？说的太对了。首先啊，手架不一样啊，握拳食指伸开啊，然后大拇指扣住，这样子就能扣住球杆，封闭住啊。然后这样子呢，这种大弧线的这种扎杆啊，我们需要把球杆几乎立到垂直这么高啊，但是这样子手架有点不稳嘛，对吧？哈，对，好，我们就需要坐上去啊，坐上去，手架靠到这个腰部，这样子呢才会比较稳。那么它击打的方向就是这里啊，比如说我们要弧线这样子拐弯过来，对吧？啊，球杆就在这里，那12点钟方向、6点钟方向，那么它的旁边就是大概我们打在4点钟的方向就可以了啊，它就会这么拐弯。好，来试一下。纵行山河万里，肆意9州5岳，长枪一动。哇，好帅啊！很简单啊。好，想要系统学习的话，记得去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啊。一定看，一定看。下课。史上最全面的4种角度球进阶瞄准方法，偷偷学会它，惊艳众人。第一种，进球点瞄准，袋口与球心连线，在表面的点就是进球点，直线球打到进球点都会进，但有角度时却打不进了。由于白球是有体积的，会提前接触到进球点前面的点位，从而打后了。其实只需要找到进球点，让出白球的体积，让白球边缘重叠的部分去撞击到进球点，就可以将球打进了。这个适合新手训练。第二，假想球瞄准，用球杆找出进球点，向后退半颗球距离，想象这里有一颗球，2球连线对准袋口，而杆头的位置就是假想球的球心点位。旋转球杆至白球中心点正上方就是进球线，将球杆放在与进球线重合的位置，通过白球球心推出去，就能打到假想球的位置，将球打进。第三，管式瞄准法，白球与假想球边缘相连，就像一条管道一样，袋口也与目标球相连，2个管道相连就是球的运动路径。去感受不同的薄厚关系，就能感受到管道角度的变化，找到一个最符合进球方向的这条管道，一出杆球就进了。这个适合有一定基础的靓仔。第四，小尾巴瞄准法。等我们对假想球的球心点判断能力提升了之后啊，就可以使用小尾巴瞄准法了。因为管道瞄准法是球的边缘2条线，随着你逐渐的熟练，这2条线呢会逐渐向中间靠拢，最后并成一条清晰的目标球撞击后的方向的线。这就是最终训练成型后脑海当中会看到的一个点和一根朝向袋口的小尾巴进球线。我再连续打几杆，大家细细的去感受一下。恰逢双11期间啊，只要成为高手班的私教学员，给你一根中巴杆和一根斯诺克球杆，点我头像发我666，马上送你一份准度训练计划表。下课。